情商在爱情里面非常重要嘛？那我立马就想说，这是非常重要。如果我要找伴侣的话，情商低的我第一眼都不会看。我是就是对情商这两个字的定义呀，一直有不太清晰的理解。以前我认为情商是别人跟你讲话觉得很舒服，所以你的情商高。后来慢慢的，就是我现在更多的认为，有时候可以让别人觉得舒服，有时候觉得一般舒服，但是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感受更重要。所以在爱情当中，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感受，可能对两方面来说都是一个挑战。特别是一些挺私密的一些要求啊、感受啊或者想法啊。我觉得最恐怖的是，有一些人他其实他不懂去表达自己的感受，他也不关心你的感受，这是比较极端。在感情里面就很恐怖，就是说他自己想了很多，内心戏很多，然后猜想你是怎么样，又不问，又不表达自己想要怎么样，但是一过来有冲突的时候，就是非常激烈的一些反应啊。比方说平常你看他都是正正常常的，但是有一些事情你就觉得哇，为什么他要做这些事情？通常这一种在新闻里面会看到。这个让我联想到的就是在亲密关系中，比方说刚刚 Zoe 说的 empathy 是比较低的，并不一定说是情商，但是至少他很难共鸣你的情绪嘛。但你怎么样一开始就可以去识别这个人他情商高不高呢？我觉得除了看你的主观感受，其实蛮准确的。你主观感受他有没有关心到你，还是他都是依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决定、做事情。还有就是观察他的可能跟朋友在一起、跟家人在一起。因为如果一个人他所有身边的朋友都没有那种很深入的交流，那你就知道他这个人沟通啊、保持友谊啊这种情感联系的东西会比较弱。就是如果身边的朋友都是讲钱啊、什么生意啊这种，没有什么就很长时间的一种友谊嘛。而且家人也是，如果在一个家庭，对方描述不管是男是女哦，对方描述都是一些比较实际上的一些生活上的事情，但是没有情感多的去描述的话，你可以猜想到，其实这个人可能在成长或者是他个人来说，其实没大接触这种交流啊、分享啊、沟通的事情，他情商绝对不能高到什么情况。可能你看上去中国人很奇怪的，我们觉得高情商就是不表达情绪，那高手就是喜怒不形于色吧，你看不出来。但其实这种有两种方向，他可能真的是高手，就是他遇到事情的时候，已经在大脑里面很容易去消化这个事情。我可以理解什么，然后自己在情绪上面走出来，很得体的、体面的去回应这个事情，所以你不觉得他情绪特别大。但是有一些是他因为外在，我觉得我是一个男人，我是一个老板，我不要让员工觉得我情商低，所以我压抑了，这种是不健康的。因为所有情绪其实都是应该像大禹治水嘛，疏导不是要堵住它。所以情商高的人他是懂得怎么去疏导自己的情绪。亲密关系当中你会看到他用很多不同的方法让自己，比方说健康生活啊、做运动啊什么，去疏导自己的情绪，你表面看不出来。我们周围的人可能要学习的是，你怎么辨别这个人他是能够把它抒发出来，已经是一个平静的状态，还是他是所有的事情都压抑？那如果他所有的事情都压抑，对他自己伤，对他周围的人其实也挺难跟他去做一个正确的沟通的，因为他没有好好的表达自己。从这方面说，我不得不说我的先生虽然 empathy 低，但他在表达自己的事情的方面是非常准确的。或者是当下这一秒，不管是发脾气还是不发脾气，或者是表达，他都能够表达出来。或者我们两个也有冷战嘛，也会生气。他一开始跟我谈恋爱的时候就说，所有的吵架都不会过晚上12点，然后他真的就是做到的。
然后哪怕是吵得很大的架，在11:59的时候，也是一定要跟我先 kiss hug，把我们俩情绪先疏通。然后如果12点时间到了，我们是不是要占用他睡觉的时间，因为他有很强的 schedule 来把这件事情聊开。他如果这件事真的很大，他会说我今天就是想跟你好好的聊一聊，那我也会和他聊。就是在这方面，我觉得他是比较内心纯净的。纯净的这个定义呢，在于一个是直接，但他是站在你的立场，努力试图去理解你，但希望你能够表达更清楚你的想法，然后他才给你 feedback 的这个，他很想要你给我一点你的信息，我再给你交流我的想法，就这样一来一回。是他渴望的，但他不渴望跟你冷战断绝这个 connection，他要这个 connection，但他知道他没有感受到你的这个感受，所以他要问。单单从这一点讲，我是欣赏的，很欣赏。那的确是非常高情商，因为有很多人他理解不了，我就不理解，我为什么每次都要来迁就你？我要理解你，我不想理解，我去睡觉不好，我为什么要理解你？我们曾经有看过那个 Marriage Consultant， 在结婚之前，是他建议去看的。我们的确在婚前呢有一些交流上的、沟通上的问题，经过了那场之后。我觉得比较好的 take away 和 value 呢，反而是我理解了他做那些我不能理解的事情的背后的原因 awareness 了。然后他对我，比如说，我以前有过就是被打的这样子的经验，因为我受到过惊吓，所以一旦有人举起拳头，我就会非常的害怕。就有一次我们在野外玩的时候采橘子，然后他不小心把我扑倒，就好像就跟我玩的样子，我当时就非常大的反应，想把他推开啊，然后反击啊，他当时也吓到了，就是为什么我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呢？后来在这个 marriage consultant 当中，他理解到原来我以前有这样子的故事，后面他就再也不会把这个手举起来了。我知道有些 couple 碰到问题的时候比较抗拒去 marriage consultant， 或者我觉得我们俩去看一下 marriage consultant 的对方的反应，一般都会认为是你是不是认为我有问题，所以你想叫我去看。其实更多的在我的这件事情的经验分析后面，通过这样子的 consultant。我对自己更了解，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过激的反应，我都不知道我这个过激是高于 average 的。其实我并不知道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才知道的。那要非常谢谢Zoe这样去说，因为真的很多人去误解。我有接过 couples 的 case， 就是老婆来，她是想要我站在她那边去教育她老公，真的有人是这样。他们两个进来就是像是一个法庭一样，他想要你说他对，所以很多人就算愿意过来，是因为我没办法，你继续吵，我是被动，我不愿意，但是因为你开心，你想去，所以我陪你去。其实他也不愿意去合作，或是刚刚所说的，我觉得自己没问题，但是你想要去，所以我去，这种就不会 benefit 到这个 therapy， 在这个治疗或者是心理辅导当中，大家都不会成长嘛。我最认同的一点是，你要相比起你去要求别人或 expect 别人，你更需要去认知自己你想要的是什么。就是说 OK， 比方说在我的经历里，我觉得我就是不适合一种他没有办法提供情绪价值的，就是像机器人式回答的。我不是说他不好，可是我觉得我是不太能接受，就是会让我很没有安全感。就我觉得这个是我有一些疑问在这个里面的。但第一个就是情商，既然他不可以用一个人对一个同理心的感知度来评价他这个人是否高情商，那你们觉得什么样才是一个好的方式去评价一个人是不是高情商呢？我觉得中文的共情啊，就这个概念其实真的是有差别的，不一样的。EQ 最直白的一个解释 emotional intelligence 就是你先要觉察自己的感受情绪，你可以准确的把自己的情绪了解之后可以表达出来，然后更 advanced 就是用好的方法去表达出来，你就是一个 EQ
比较高的人嘛，我们的文化或是我们现在的人说高情商好像是你让别人舒服，跟我的文化也是很像类似的，我不管自己感受，我只管我表达出来，你觉得我对不对比我自己真实的感受重要，但我觉得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比较合理的就真的是自己舒服也有能力让别人舒服，就是拿到一个很好的平衡。所以伴侣有这个能力，就是他不委屈自己，因为有一些人他是默默在付出，委屈自己，然后让你觉得很好。突然想到刚刚说这个 emotional intelligence 很像好的艺术家，就是一个好的钢琴家或者画家，是不是他可以把脑子里想象的东西用手上的一个工具把它表述出来？那一个高情商的人是不是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形体语言和语言能力，把自己脑袋里或者自己心里感受用语言表达出来？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最能够表述这个情商高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他能不能感知对方想要接收的方式是什么。对，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嘛，就是刚刚 Jasmine 讲完，我觉得 yes，但是每个人他是很主观的东西，就是我让我自己舒服，我肯定知道嘛。那我怎么样别人舒服？我面对我的客户、老板、我的小孩、我的老公，每一个人他想要听的方式都不一样。我学习了一个很有趣的技巧，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尽量用正面的东西去跟人家讲。就是在话语里面尽量少一些 negative 的表述方式，比方说你就算要说他迟到，你可以不用这些 negative 的迟到责怪的方式，你说哎，你今天是不是稍微晚了一点到，就是用一些温和一点的，或是没有那么多负面的感觉的词语去组织一些语言，对吧？然后尽量的让别人舒服的去点出一个问题，但是这个同样的话语，我回到香港的时候，我跟某一个朋友类似这样说，或者是你夸夸他，就说哎呀，你今天穿的真好看，他就会觉得很不舒服，他就会觉得你突然间这么在夸我，他就会觉得你是不是有什么意图，图谋不轨。他长大的环境，他就是 Asian parents， 对，他就觉得这个特别反常，他就特别不舒服，所以对他来说，这个就不是高情商了。所以后来我的结论就是，你 add on 的话，其实就是这个人是否有感知或是调整你想要接受信息的那个频率的能力，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对，所以是啊站别人也要站得比较 skillful，所以我们还是可以说。当他习惯，不是突然之间10年没有讲过一句好话，突然之间看到你讲就非常奇怪。但是如果你一直是这样，你是表里如一的一个真诚的，所以我觉得对方也会感受到。哎，我会哎，像那样的例子，我说你可能会听得不舒服，但你今天真的很漂亮。我会哎，我也会，我也会，对就是我现在我跟你一样，就是我不会管他觉得怎么样，我就说，但是我是真心的，我不是说你今天真的穿的很不好看，然后我硬说你今天真的穿的很好看，并不是这样，我是真心的。然后他听多了，他可能也习惯了之后就会变好了。对，是的，是的。但的确就是我们要接受某些人他就是是这样的。可能我们一开始感觉，哎，我听这一集觉得自己好像也没有太高情商，有一些进步的地方，但没关系。我们说最重要的是觉察，然后就是接受一些我们过去可能没办法改变的事，是，然后找出一些什么地方我其实可以提升一下自己的。比方说，我觉得情绪表达，我们可以先从学习不同的情绪。我们的沟通通常都是你有没有这样做，为什么你不这样做？做的事情我讲的都是行动，但是很少有人关心你当时的感觉，你的情绪是怎么样。那如果我们自己训练的话，比方说观察别人当时的情绪是怎么样，然后我们在心里自己练习，其实这个对我们提高自己的情商是很有帮助，因为你训练多了，你就从你真实的一个交流沟通当中，你更加容易知道自己跟别人的情绪。怎么样去识别自己适合的伴侣，他就是或者是你对他的情商要求的高跟低，怎么样去找到自己需要什么？高情商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一定是很有效的。但是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还有很多情商没那么高，但他们一样是很优秀的。那这些人难道自己
配组嘛，对吗？单身的女生她去选择择偶的时候，她的一些要求，我曾经其实是列过一张表的在这，不夸张的讲。但是这些要求呢，我当时对自己下的一个规定呢，就是它不是会随着时间改变而改变的一些东西，比如对方是幽默的 ，Number one，Number two 是比较重家庭的。Number three 是有 taste 的，因为我是做服装设计的。那如果对方跟我 taste 不在一起，那很难走出街嘛，对不对？所以这3个点对我来说重要，但是它不会因为和我在一起而改变，也不会因为时间长久了到了70、80岁而改变。其实并没有高情商这个点呢，我当时并没有把它排进来，可能是在交流的过程当中觉得。是舒适的这个点肯定是第一位了。如果不舒适，他又是幽默的、有 taste 的、有家庭照顾家庭的，那可能不舒适也不能在一起嘛。就是在舒适的条件以下，可能这些条件是我当时选择的，但是也是经历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失败之后，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客观的规律的表格出来。但是如果你列一个表，你比方说情商排在就是情商排在第6或第7，对吧？然后恰恰这个人就是比较低了，就是你10个可能你5个或者甚至10个里面8个都中了，就情商没中，那会不会增加吵架的概率？如果他情商低是在于他没有表达自己的想法，那其实是可以坐下来把这件事情聊开的。那如果聊不开，有可能是会影响你们俩的 communication。有一些人他可能天生他就是跟家庭，我们刚刚讲到的，他就是不习惯表达，然后并不是说他情商低或他不能解决问题，但是他是不习惯，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他可能也愿意去改变，但是这个就会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嘛，你也不确定他未来会不会改变，那在这方面就是很多人其实会面临，就是我跟我的伴侣可能一开始他并不那么适配，但我们也讲了情商是动态的，有没有一些经验或者是技巧去判断我究竟要不要跟这个人继续去磨合。所谓的磨合就是我去跟你一起成长啊，或者是陪伴你一起成长啊，就是各种各样的方法。我觉得首先你不要想太多去改变别人，这个是一个痛苦的来源，就是我们见到这个好像10样有9样都很好，只有1样我就要改变你，你就 perfect。我觉得这个想法本身就是痛苦的来源。你要想他如果这辈子都是这样，你能不能接受？你不要去解释，就他假设他会改变变成完美，不会，他都是这样的，你是否能够爱他包容他，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人的改变需要自己有动力，他想要改变，不是说我想你改变，就算我是心理学家，我见这么多个案都是，如果他不想改变，其实我做不了什么，我是引导你去找你想要的一些改变，我们用方法，我们用对，所以我觉得感情上更加是这样，你看到他其实没有这个动机去改变的，而我真的接受不了的，那就不适合啊。对啊，我是例子的反方，就是刚刚说的那个例子，因为在中国的家庭，女生是被教育的，要找一个男生是懂我，对不对？懂我，懂我这2个字，其实现在我想就是跟很多很多年轻女生说，就是不要陷到这2个词的漩涡当中去，因为懂我是要猜的。然后你是有判断的，你表现出什么，你给了他什么 hint， 他要懂你到什么程度，这个表达太难了。然后我从上一段婚姻出来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已经有一些沟通上的问题了，然后我也比较自我，让对方觉得一直没有被欣赏，所以在离开之后，对方寄了一本书给我，叫《欣赏的力量》，要学会欣赏。其实我当时收到这本书，我是觉得有一点被冒犯到的，就是你怎么觉得我就不会欣赏了呢？就是我就觉得他想要改变我。我当时这本书我到现在都没翻出来第1页，因为我一直觉得他有点冒犯我。但是遇到我现在的先生，
他就是明白的告诉我，他没有 empathy，要我所有都拿出来说出来。然后我们两个也的确有了沟通上的问题。他会说我很爱你啊，你的这些特质真的非常的吸引我呀，你非常 creative 啊，然后我有时候也比较着急，我有一个比较好的 marriage consultant，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就通过第三方的一个专业的视角。其实我当时的 motivation 是有的，哎，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哎，这个可以帮到我，哎，我以前积累了这么多问题，其实我是积累问题，我知道有的，但我只是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好奇，然后带着他也没有告诉我是来改变我，他是说想把我们俩的关系搞得更加健康、更加好，然后往一个更加 deep relationship 的方向走。哎，这是我想要的 goal 呀。这并不是，他也说他也有沟通上的问题。那我们去了之后，他也改变了，我也改变了，所以这是一个第三方过来。反而是让我们点醒了，做这件事情可以让两个人的关系更加的健康和持久。像我常常说，我们的工作有点像健身教练呢，哈，你找一个再厉害的健身教练，我跟你说了怎么去做，你只有1个小时在我这边去做，然后回去你要喝汽水，你要吃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不能改变你所有的生活形态，因为你没有真心想要去改变，你自己没努力，那谁都帮不了你。那对那样的 couple 有什么建议呢？就是如果两个人，旁观者就是觉得沟通上有问题，其中一个人觉得如果有一个人来给我们两个一起指导一下就好，可是那个人恰恰认为我不需要被指导，我就是没问题的，你才有问题。这样的 couple 怎么办呢？等吗？一直等到另外一个人吗？ Jasmine 刚刚说了，他说那这样你们就是不合适。你是说旁人你比方说你是朋友的身份看到这样子，有可能啊，我身边就有这样子的 couple， 可能会觉得如果去看一下就好了。所以因为他要去，我说我们一起去吧。但是整个沟通过程当中会让对方觉得其实是我朋友想让他的先生去，那这个先生得到这个信息之后就是一个抵抗的心态嘛，他会觉得就是看心理医生在就是国内的想法，第一个就是我心里有问题，是，所以才要去看医生，而且是 very 很丑的一件事情。我们的问题为什么要跟别人去讲？ Yes, exactly, 就是说他凭什么去批评我们的东西？他是我们的谁？对，你跟你妈说都没有那么生气，你付费给这么贵给别人去批评，就感觉就很差。我完全懂这种感觉。我就真的觉得，第一，如果是朋友的话，我觉得比较可以做的就是去反馈我有这个正面的经验，然后他其实用什么的方法去帮助到我。分几个情况呢？一个是你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对方不愿意沟通，其实就是可能不合适嘛。第二种是发现了对方跟我都其实想要一起进步的。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发现，但是还没有跟他沟通，用一种什么样好一点的方式去沟通。不配合这个就很难解决嘛，不愿意改变，你已经跟他说了，就是你可能用任何方式跟他说。对，我觉得一定有个 why 的，是，就是他不配合为什么，对吗？这个背后的为什么有可能真的是导致你们两个根本适合的原因。就是，但是另外两个是我发现了，我觉得我可能也是这个情况，那我怎么样去跟我的伴侣去沟通这个事情会比较好？第二个是，如果说我们两个同步都想一起进步了，有没有什么技巧也是可以用的？比方说在治疗方面，我们发现我好像没有很好的去表达自己，也没有很能够关心到对方，可能我心觉得这是关心，买东西给你啊什么的，但是好像对方接收的礼物跟我送的不是一样，而且我喜欢送的礼物他不是那么喜欢，那也说明了其实也是情商低嘛，你乱来的自己喜欢就好，没有想到对方喜欢跟不喜欢。那我们可以第一个就是做一些练习，就是多去观察，多去想这个他们这个情感表达是在表达什么呢？情绪有什么呢？然后他们怎么处理自己的一些情感呢？第二就是真的去沟通，我们要慢下来。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回答问题的时候就会幻想对方知道我们说什么，就直接去回答内容，但是我们没有回答到我们的情绪。我们帮助对方的时候，其实可以先说我听到什么，就是有一个
我们说 active listening 积极聆听，说哦，你刚刚所说的是关于什么，然后你的情绪是什么。大家有时候会觉得这样我会不会猜错，都是我猜我听到的什么，但是其实猜错也没关系的，因为如果你猜错了，对方觉得好像不是我这么去表达的，其实他会说不是，其实我的意思是怎么样，那个沟通就会更加好，而且对方会觉得你比较尊重他。所以就算是能力，就是共情能力啊，或者是沟通能力啊，或者是我们说的情商暂时没有很理想的状态，其实我们也可以学习一些我们所说辅导的微技巧。就是先听清楚，然后我们去反馈一下。我刚刚听到你是说关于家庭里面的事，所以我感觉你的情绪是比较伤心的，很失望的。我不知道这些是不是你想表达，就这样简单的一个 feedback。比起我们直接说，那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会怎么样。这个沟通会比较更加去贴心，去了解对方。第一，我们可以尝试自己观察，然后去想象，然后去尝试用多一些关于情绪的词汇去形容别人的一些感受。第二，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微技巧，我听到什么的内容。第二就是我听到什么的情绪，再可能提问啊，可能说自己的一些想法，不要一下子别人说完或是没说完你就说我觉得是怎么样。对。每个人都希望被聆听到嘛，这个肯定的。对，因为就算我们说有同理心，其实你怎么知道别人有同理心？我觉得我能理解你，但这个我明白，我理解是我个人主观认为的理解、同感、有共情。对方来说不一定是对的，而且也有很多心理学的一些研究说，其实中间是存在有一些差异的。就你能感觉到我伤心，但你感觉的程度跟我真实个人感受的程度是有差距的。所以我觉得我们首先要知道自己的所谓的那种高情商，可能是我们自己感觉，或是我们觉得别人舒服，是多用这种 active listening， 比方说回馈别人的感受啊，其实真的让对方觉得我至少很努力的去理解，去专心的去聆听你，这个尊重的感觉，我觉得肯定可以感受到的。可能很多女生都会有这种说嘛，哎呀，你都没有真的在听我说话。我听到很多人的吵架内容都是这个，可是 active listening 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有时候解决问题更多的不是说你的 solutions，对吧？然后更多的可能是你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是不是真的让我觉得我比较重要。对，我有一个比较好的experience，就是我被active listening 的过程，它不只是当下听到了我当下的客观事实和感受，他还把这件事情相关的我上次反馈的连起来，就说上次你也提到这件事情，你的感受也是很类似的，这两个之间会有相关性吗？我觉得都像心理专家一样的来问的这样的问题，来让我思考。就是有的时候好的 active listening 的反馈是它让我 reflect 我自己，有一些我自己没有意识到的行为或者想法或者感受后面的 why， 这种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朋友真的是好的朋友和好的关系，还有好的良性的各种关系都是帮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这时候你就会有那个。就那种感觉就出来了哈，真的，我要多和你说说，你会发现我更多的这个共通的地方。的确，有些人是比较对别人的情绪比较敏感，对，那他就比较容易去展示，因为他不用想得太清楚，他就感受到，他可以很快的给你一种反馈。但有一些人需要努力，但没关系，我觉得都是一个发现自己、让自己进步的一个过程。像 Christy 所说的，不论是先天像苏怡一样，可以共情别人的反馈啊、方法啊。那个尊重别人的一个态度，我觉得我更多是后天学习的技巧，可能我有这种感觉，但以前可能在家庭里面根本没办法去说出来，因为家人都是比较直接的指导方式的，反而是我后来就是在学心理当中，我发现原来可以这样去沟通，原来可以这样去
表达在生活当中去应用啊，也是非常好的。那我真的去用，我发觉真的非常的好。我觉得很多工作当中的方法其实是可以用在家庭和夫妻关系当中的。我先生一个案例就是有一年我先生拿出来一个 annual personal plan， 就是他个人的下一年的计划，上面真的有啊，今年我的计划是什么，我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不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希望有一些什么 habit 养成。哎，太太你看一看，这是我的。他说你看一下你我希望做的事情里面有没有你觉得不希望我做的。哎，还真的有一个，他 struggle 了一下把它划掉了。然后我不要做的事情里面你觉得有什么是可以调整的，我觉得没有。那他说好了，那你知道我的 goal 了，你能不能也给我一张？就是我也要写出这么，我说我工作上已经写了一个 goal， 家庭里还要写个 goal， 但是这样子的工具和这样子 awkward， 我觉得是尴尬的开头，但是是一个很美好的结局。就是你会觉得他尊重你，他给你看了，然后你也写了给他看了。这个过程是因为你不习惯，你才觉得尴尬。但整个交流完之后，你是清晰他的 goal， 他也清晰你想要达到的目标。然后在你往这个目标走的路上，这一年当中万一发生什么事情是跟这个 goal 有关有 conflict 的时候，他是完全保持支持和理解的，因为他记得这是你今年最重要的目标。有一些我生活中的东西蛮珍贵的，就我一群朋友有好几个，我们就定期会 share 一些关于亲密关系的话题，然后他们就会说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说你觉得这个伴侣是不是一个可以有未来的伴侣，然后其中一个就是说他是不是有把你放在他的 plan 里面，就是他们有没有 consider 共同的 goal， 对，共同的 goal 有没有把你的喜好然后放在他的 consideration 里面，然后这个是对我一个影响很深的一个对话。然后我觉得你刚刚这个就是 perfect example， 我希望你开心，所以我给你看，然后你觉得这个不 OK 我就划掉。哇，这个太 sweet 了。我觉得最后一点也是很重要，他邀请你去，因为他想要知道你的生活，他跟你分享可能只是一个 notice， 告诉你我想要做这些，能给你看，就是分享欲嘛。但是他真的很有诚意，想要去了解你，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珍贵的，是吧？对，是一个很好的 example。觉得其实这个也不难去改变嘛，就是对于我们日常来说。不难，其实就把我们学到的公司的一些文化，我搬到家里，是，就我们家还有 value 呢。对，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是啊，要写成大字报贴在家里，一旦有矛盾了，大家看着 value 念一下。这个也很有用的。这个我们还没有执行，但我们有例子，就是其他的家庭有执行了，然后把这个做成很漂亮的 value， 不是这种大字报，可能是横的竖的，用英文啊什么，看起来是个漂亮的一幅 art，然后挂在家里。其实你走走进进出出，它是一个 visualize 来一直刺激到你。比如说 laugh， 对吗？什么事情都是要笑的，是你们家的 value。其实你走进走出都觉得，我们为什么吵架？我们是应该开心的，应该笑的。其实它是有作用的。所以那我们要不总结一下，就是情商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练习表达的过程。2本特别跟今天讲的内容相关的，第一本叫做《做自己的情绪管理师》，第2本就是叫《心理学家的工具商》。就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有任何关于情商这类，就是或者是被我们的内容启发了之后，有这些想要互动的，跟我们的 Zoe 或者是 Jasmine 互动的一些内容，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我们会尽量的回复。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我们都聊得很开心，是的。然后有机会我们再邀请 Zoe 跟 Jasmine 到我们的播客里面再做客，然后再跟大家聊多一点。那今天我们就差不多，下次可以再见。